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婚恋故事，标题是假婚姻中意外怀孕，大陆女不敢告诉台湾丈夫真相，哥哥康复的喜讯反而成了她的噩梦。这个故事真的是曲折离奇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接触婚恋行业这么多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婚姻模式，但像小雨这样的案例真的是少之又少。小雨是一个东北姑娘，今年28岁，长得挺清秀的，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性格也很坚韧。她的故事让我几度哽咽，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小雨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，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太好。她6岁那年，父亲因为赌博欠下一屁股债就跑路了，母亲受不了打击，改嫁到外地去了。留下他和比他大3岁的哥哥，2个孩子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。那时候真的很难，小雨对我说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干不了什么重活，就靠着每个月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养活我们。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我和哥哥就挤在一起睡，互相取暖。小雨的哥哥小刚从小就特别懂事，15岁就辍学打工补贴家用了。他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妹妹和奶奶，自己却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。小雨初中毕业后也想辍学打工，但哥哥坚决不同意。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考个好大学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哥哥总是这样对他说。在哥哥的支持下，小雨确实争气，不仅顺利考上了本科，还拿到了奖学金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小雨大3那年，奶奶去世了。同一年，哥哥被查出患了白血病，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。小雨红着眼圈告诉我，哥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医生说，哥哥需要骨髓移植，而小雨恰好是配型成功的捐献者，但是手术费用高达70多万，这对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孩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那段时间我几乎发疯了。小雨说，我休学打3份工，在网上发起众筹，甚至去卖血，但是这些都杯水车薪，根本不够。就在小雨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她在一次校园招聘会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明。阿明是一家台湾电子公司的人事主管，来大陆招聘应届毕业生。他比小雨大10岁，长相端正，谈吐不凡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被他身上那种儒雅的气质吸引住了。小雨说，他像是从书本里走出来的君子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修养。通过几次接触，小雨得知阿明家在台北，家境殷实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家里还有一套价值不菲的房产。更重要的是，阿明对小雨似乎也有意思，常常约她出去吃饭、聊天。就这样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小雨脑海中成型了。如果能嫁给阿明，不仅能解决哥哥的医药费问题，还能给自己一个安稳的未来。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自私，但当时的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小雨低着头说，于是小雨开始有意识地接近阿明，投其所好。他知道阿明喜欢文学，就装作也很热爱读书的样子；知道阿明喜欢品茶，就特意学习茶艺；知道阿明重视家庭，就常常提及自己对家的渴望。没过多久，阿明果然对小雨展开了热烈追求。在交往3个月后，阿明向小雨求婚了。当他单膝跪地，手捧钻戒向我求婚时，我心里又喜又愧。喜的是计划成功了，愧的是我欺骗了一个这么好的人。小雨回忆道，婚后阿明带小雨回台湾定居。让小雨没想到的是，台湾并不像他之前想象的那样落后，相反，台北的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北上广深，街道整洁，秩序井然，人们生活水平很高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认识都是片面的，总以为台湾很穷。实际上，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非常高，人均收入也很可观，特别是医疗、教育这些方面，比大陆某些城市还要完善。小雨感叹道，阿明的父母是台大退休的教授，见识广博，思想开明，对这个大陆媳妇也没有什么偏见，反而很照顾她。他们住的是台北信义区的高级公寓，光是物业费每个月就要1万多新台币。我第一次去超市购物，看到物价，吓了一跳。小雨说，一颗高丽菜就要70-80新台币，大概是人民币10几20块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当地人的收入也高，所以其实生活水平还是很不错的。
婚后，阿明给了小雨一张附属信用卡，每个月还会固定打生活费到他的账户上。有了这些钱，小雨终于能给哥哥治病了。他谎称是自己在台湾找到了高薪工作，把大部分钱都汇给了在大陆医院治疗的哥哥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胆战心惊的。小雨说，一方面担心哥哥的病情，另一方面害怕阿明发现我的真实目的。为了不让阿明起疑，小雨在家里表现得非常贤惠。她学做台湾菜，打理家务，陪公婆聊天，努力融入这个家庭。阿明工作繁忙，经常出差，倒也没太在意妻子的反常。婚后半年，小雨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哥哥的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，恢复的也不错。医生说，如果后续治疗顺利，痊愈的可能性很大。当时我差点激动地哭出来。小雨说，我终于看到希望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小雨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下可真是晴天霹雳。小雨摇着头说，我和阿明的婚姻本来就是假的，我根本没打算和他长相厮守。我的计划是，等哥哥病好了，筹够了钱，就找个理由和阿明离婚，回大陆去。可现在有了这个孩子，一切都乱套了。小雨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，一方面，她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因为这会让她的脱身计划变得更加复杂；另一方面，她又不忍心打掉这个无辜的生命。况且阿明一直很期待有个孩子，那段时间我简直度日如年。小雨说，每天晚上都失眠，脑子里全是各种可怕的想法。就在小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阿明突然提出要带他回大陆探亲，顺便看看他常提起的哥哥。这下我慌了神。小雨说，我从来没告诉过阿明哥哥生病的事，他一直以为我哥在东北正常工作生活呢。小雨赶紧打电话给哥哥，让他配合自己演戏。可哥哥听了他的遭遇后非常生气，你怎么能这样欺骗一个好人？哥哥在电话那头严厉地责备他，我宁愿死也不愿意你用这种方式救我。小雨哭着解释自己当时的无奈，哥哥最终勉强同意配合他，但坚持要他向阿明坦白一切。就这样，小雨和阿明回到了大陆。见到久别的哥哥，小雨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哥哥虽然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，看起来虚弱了不少，但精神状态还不错。阿明对小雨的哥哥印象很好，两个男人相谈甚欢。晚上，哥哥找机会单独和阿明聊天，竟然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小雨说，我做梦也没想到哥哥会这样做。让小雨没想到的是，阿明听完后并没有暴怒，只是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我早就猜到了。啊，你早就知道了？小雨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我是做人事工作的，调查一个人的背景对我来说很容易。阿明平静地说，你哥哥生病的事，你休学打工的经历，我都知道。我之所以没拆穿你，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你了。小雨哭得不能自已，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边是自己精心设计的骗局被揭穿的羞愧，一边是阿明对她真心的爱让她感动不已。我知道你嫁给我可能只是为了钱，为了救你哥哥。阿明继续说，但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会慢慢爱上我，爱上我们的家。现在你有了我们的孩子，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我们的未来。小雨突然明白了，原来阿明早就知道一切，却选择了包容和等待。这份宽容和大度让他感到无地自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可能真的爱上阿明了。小雨低声说，不是因为他的钱，不是因为他的地位，而是因为他的为人，他的品格。就这样，小雨决定坦诚面对这段婚姻，好好经营他和阿明的未来。哥哥的病也在逐渐好转，小雨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但是我看着眼前的小雨，故事到这里应该是皆大欢喜了啊，怎么标题里还说哥哥康复的喜讯反而成了他的噩梦呢？小雨苦笑了一下，丽姐，故事远没有结束呢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在回台湾的飞机上，小雨和阿明促膝长谈，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了阿明，两人决定重新开始。阿明很高兴，他一直都真心爱着小雨，现在终于等到了他的回应。回到台湾后，我发现自己看待这座城市的眼光都不一样了。小雨说，以前我只把这里当做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，一个能给我提供经济支持的地方，但现在我开始关注这里的文化，
这里的人，试图真正融入进去。小雨开始学习闽南语，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，甚至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志愿活动。阿明看到妻子的改变，非常欣慰，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那段时间是我婚后最幸福的日子，小雨回忆道，我开始相信，我真的能在台湾扎根，和阿明白头偕老。小雨的哥哥也在大陆那边恢复得不错，每周都会和妹妹视频聊天，看到妹妹幸福的样子，哥哥也很欣慰。妹妹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幸福。哥哥在视频那头说，阿明是个好人，好好珍惜这段姻缘吧。小雨点点头，眼里含着泪水。他心里有一个计划，等哥哥完全康复了，就接他来台湾生活，这样他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可是，就在小雨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。喂，请问是陈小雨吗？一个陌生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来。是的，我是，请问您是？小雨警惕地问道。我是阿明的未婚妻林佳怡。对方冷冷地说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阿明已经和我结婚了。小雨几乎喊了出来。是吗？那你知道阿明为什么会去大陆工作吗？林佳怡讽刺地问。因为他在台湾惹了祸，需要躲一阵子，而你不过是他的一个意外而已。小雨感到一阵眩晕，他赶紧挂断电话，给阿明打去。电话响了很久，阿明才接起来。老公，刚才有个女人打电话给我，说她是你的未婚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雨声音发抖地问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阿明叹了口气。小雨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回家和你好好谈的。谈什么？小雨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我和佳怡从小就认识，是青梅竹马。阿明慢慢地说，我们家族之间有生意往来，两家人早就说好了要我们结婚，但我一直不太情愿，所以借着公司派我到大陆工作的机会，想逃避一下，没想到遇见了你，所以你和我结婚也是在逃避。小雨的声音冰冷。不是的，阿明急忙解释，我是真的爱上你了，但是家里一直施压，尤其是我爷爷，他已经80多岁了，一直念叨着想看到我和佳怡的婚礼。现在他病得很重，医生说时日不多了，所以呢，小雨的声音颤抖着，他已经猜到了阿明要说什么，所以我打算和佳怡举行订婚仪式，让爷爷安心。阿明小心翼翼地说，但这只是形式上的，我们不会真的在一起，等爷爷的事情过去了，我会马上解除婚约，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。小雨感到一阵恶心，她不知道是因为怀孕的反应，还是因为阿明的话。你让我恶心？小雨冷冷地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还要和别人订婚，你把婚姻当什么了？儿戏吗？小雨，你别激动，对孩子不好。阿明试图安抚她，再说，当初你不也是抱着目的接近我的吗？我们扯平了。这句话如同一把尖刀刺进小雨的心脏。是啊，他有什么资格指责阿明？当初他不也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吗？那你父母知道这事吗？小雨问道。他们默许了。阿明吞吞吐吐地说，在我们家族的观念里，家族利益高于一切。何况你也知道，大陆和台湾的婚姻在某些人眼里并不是那么正式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小雨的怒火。原来在阿明和他家人眼里，他这个大陆媳妇从来就不被当回事，那些看似亲切的关怀不过是表面功夫罢了。你知道吗，阿明？小雨冷笑道，我原以为你和我一样都是带着目的而来，但至少在相处中，我是真心爱上你了。可你呢？你从始至终都在欺骗我。小雨，你冷静点。阿明着急地说，我真的是爱你的。但是家族的压力，你不懂我们台湾家族企业的复杂性，我不需要懂。小雨几乎是吼了出来，我只知道你让我恶心，我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家。你别冲动。阿明急了，你现在有身孕，能去哪里？再说你在台湾的身份还要靠我呢，如果离婚，你可能连台湾都待不下去了。这句话像当头一棒，打醒了小雨。是啊，他现在举目无亲，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能去哪儿？回大陆。可他在大陆也没有立足之地，哥哥还在恢复期，根本无力照顾他和孩子。就在小雨绝望之际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阿明的母亲。阿明的母亲一直对他很好，也许他能帮忙。
小雨立刻给婆婆打了电话，哭诉了阿明的所作所为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婆婆听完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。小雨呀，婆婆叹了口气，我早就劝过阿明不要这样做，但他执意如此。你别难过，佳怡那边只是走个形式，很快就会结束的，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好好在家养胎，好吗？小雨彻底崩溃了，原来婆婆早就知情，甚至还在为儿子的行为开脱。这一刻，她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绝望。不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。小雨哽咽着说，我要离婚，立刻，马上，别冲动。孩子，婆婆劝道，你现在这个状态，离了婚能怎么样？何况阿明名下的财产可不少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对你和孩子都不公平。小雨愣住了。是啊，如果他就这么离婚，不仅自己无处可去，还会失去应得的财产。更重要的是，哥哥的后续治疗费用还需要一大笔钱呢。那您觉得我该怎么办？小雨问道。我觉得你可以先冷静下来。婆婆缓缓地说，阿明和佳怡的订婚仪式下周就举行，很快就会结束，你可以先回大陆待一阵子，等风波过去了再回来，到时候我会让阿明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小雨勉强同意了婆婆的建议，决定先回大陆冷静一下。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订了第二天的机票。晚上，阿明回来了，看到妻子在收拾行李，急忙上前阻止。小雨，你别走，阿明恳求道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但我是真心爱你的。这次订婚只是形式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阿明，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？小雨抬起头，眼睛红肿。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要和别人订婚。你说理解我当初的苦衷，却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。你不觉得自己很虚伪吗？阿明无言以对，只能默默地看着小雨继续收拾行李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明送小雨去机场。临别前，小雨对他说，阿明，我会给你时间考虑清楚。如果你真的爱我和这个孩子，就取消订婚，给我一个交代。如果你选择家族利益，那我们就彻底结束吧。阿明没有回答，只是紧紧抱住了小雨，在他额头上留下一个吻。我会给你答复的。他最后说，照顾好自己和孩子。回到大陆，小雨立刻去看了哥哥。哥哥看到妹妹憔悴的样子，又惊又怒，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小雨不想让哥哥担心，只说是自己想家了，回来看看他。哥哥虽然将信将疑，但也没多问。他告诉小雨，自己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医生说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太好了，哥！小雨强颜欢笑，你恢复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小雨，你是不是和阿明吵架了？哥哥敏锐地问道，你看起来很不对劲。小雨终于忍不住，把一切都告诉了哥哥。哥哥听完后，气得脸色铁青。这个混蛋！哥哥咬牙切齿地说，我当初还以为他是个好人，原来也是个人渣。小雨，你别怕，有哥在呢，我们不用他的钱，我很快就能工作了，咱们自己养活自己。小雨摇摇头，哥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真的爱上阿明了，我以为她也是真心的傻丫头。哥哥心疼地抱住妹妹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这个阿明根本配不上你。就在兄妹俩抱头痛哭的时候，小雨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来自台湾。小雨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喂，请问是陈小雨吗？一个礼貌的女生问道。是的，我是，您是？小雨警惕地问。我是林佳怡。对方说，我想和你见一面，谈谈阿明的事。我现在在大陆出差，明天可以去你那里。小雨愣住了，没想到林佳怡会主动联系他，还要见面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来炫耀的，还是来谈判的？不必了，小雨冷冷地说，我和阿明的事不需要第三者插手。小雨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林佳怡平静地说，但我想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关于阿明，关于他的家族，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和你孩子的未来。小雨犹豫了，他本不想见这个情敌，但林佳怡的话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到底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？好吧，小雨最终同意了，明天下午2点，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见。挂了电话，哥哥担忧地问，小雨，你真要见那个女人？哥，我得弄清楚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。小雨坚定地说，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第二天，小雨准时来到约定地点，林佳怡已经在那里等他了。
林佳怡比小雨想象的要漂亮，举止优雅，一看就是出身名门的大小姐。你好，小雨。林佳怡伸出手，很高兴终于见到你。小雨没有伸手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林佳怡也不尴尬，示意小雨坐下，然后开门见山地说，小雨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一定觉得我是个抢别人丈夫的坏女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实际上，我和阿明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我们的婚约是两家长辈定下的，和我们的意愿无关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订婚？小雨不解地问。因为我们家族的生意。林佳怡叹了口气，我家和阿明家的企业有很深的合作关系，如果我们不联姻，很可能会影响到两家的生意，特别是现在我父亲的公司遇到了财务危机，急需阿明家的资金支持。小雨冷笑一声，所以你是来告诉我，为了家族利益，我应该成全你们喽？不，我是来告诉你真相的。林佳怡认真地说，阿明的爷爷确实病重，但他并不知道阿明已经结婚了。阿明的父母为了维护家族利益，一直瞒着老人家，他们要求阿明和我订婚，只是为了让老人家安心，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小雨反问，无论如何，阿明都背叛了我，不是吗？不完全是。林佳怡摇摇头，阿明其实很爱你，他一直在努力找解决办法。他原本打算等爷爷过世后，立刻解除和我的婚约，然后公开你们的婚姻，但他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发现真相。我不相信。小雨的眼眶红了，如果他真的爱我，为什么要瞒着我做这些事？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林佳怡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因为他怕你不理解台湾家族企业的复杂性，在台湾，很多家族企业都是通过联姻来巩固关系的。阿明一直活在这样的压力下，他没有勇气反抗。那你呢？小雨看着林佳怡，你愿意嫁给一个不爱你的人吗？林佳怡苦笑了一下，我和阿明从小就认识，我们更像是兄妹。实际上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是一个普通上班族，但我们很相爱，只是我父亲不允许我们在一起。小雨愣住了，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。小雨，我今天来见你，是想告诉你，林佳怡诚恳地说，我和阿明的订婚只是表面形式，之后我会找理由解除婚约，这样阿明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到你身边了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小雨仍然不相信。因为我理解爱情的珍贵。林佳怡说，我不想看到两个相爱的人被迫分开，而且你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，那个孩子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小雨的眼泪终于落下来，她不知道该相信谁，该相信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林佳怡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，脸色突变。阿明的爷爷去世了，她低声说，今天早上心脏病突发。小雨愣住了，那这意味着我们的订婚取消了。林佳怡站起来，我得立刻回台湾。小雨，相信阿明吧，他是真心爱你的。说完，林佳怡急匆匆地离开了。小雨坐在那里，思绪万千。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林佳怡的话，不知道该不该再给阿明一次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阿明打来的。小雨，我爷爷走了。阿明的声音哽咽，我很难过，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。现在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了。我已经告诉了父母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，我希望能和你共度余生。听到这些话，小雨的心软了。也许阿明真的是爱他的，只是被家族的压力所困扰。那你和林佳怡？小雨小心翼翼地问。我们已经取消了订婚。阿明说，佳怡有自己喜欢的人，他也支持我们在一起。小雨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保证对你坦诚相待，再也不会有任何秘密。你愿意原谅我吗？小雨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轻轻地说，阿明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理解。阿明说，我会等你，无论多久。挂了电话，小雨去找哥哥商量。哥哥听完后叹了口气，小雨，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上。哥哥说，但记住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哥哥都支持你。如果你选择原谅阿明，那就彻底原谅；如果你选择离开，哥哥会一直陪着你。经过1周的思考，小雨决定给阿明一次机会，毕竟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生命，这个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小雨回到台湾后，阿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他百般呵护，处处体贴。阿明的父母也改变了态度，真心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。3个月后，
小雨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希望，寓意着这个孩子带给他们新的希望。哥哥的病也完全康复了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小雨邀请哥哥来台湾定居，但哥哥婉拒了，说他习惯了大陆的生活，但承诺会经常来台湾看他和外甥。时光荏苒，小雨和阿明的婚姻经历了风雨，却变得更加坚固。他们的儿子健康成长，成了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。小雨常常感慨，命运真是奇妙。他原本带着目的接近阿明，却意外收获了真爱。他原本想着救哥哥，却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所以，丽姐，小雨对我说，我想告诉那些像我一样的女孩子，婚姻不是交易，爱情不能用谎言来维系，只有真诚相待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听完小雨的故事，我深受触动。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为了各种目的而结合的婚姻，有的最终修成正果，有的则以悲剧收场。小雨和阿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开始时带着目的，只要最终找到了真爱，一切都值得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